风骚律师全季收官之作终于来了，这不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却是索尔古德曼最完美的落幕。上集说到，在老太太面前掉马甲后，索尔无奈仓皇出逃，不料老太太是个人精，不仅一个字一个字把索尔的名字告诉警方，还精准描绘出他的样貌、身高、车牌号等等线索细节，让警方的抓捕行动格外顺利。索尔刚刚回到家中，翻出了藏宝盒，拿了一部新手机，刚准备出门跑路，警察已经在直升机的加持下杀到了他的头顶。没办法，他只能改道翻窗，找了个机会钻进了蚊虫肆虐、臭气熏天的垃圾箱，想要拖延时间。只见他打开了藏有钻石的宝盒，拿出一张名片，又尝试给吸尘器店打电话，想要找人救自己出去。奈何太过慌张，新手机还没打开包装，盒子就被他不小心弄翻了，价值连城的钻石顿时掉进了垃圾堆，画面无比讽刺。这时候垃圾箱外也响起了警察的敲门声，自知无路可逃的索尔只好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举手投降。狭小的牢房中，索尔来回踱步，他不敢相信就这样被警察给抓了，无比的崩溃沮丧。当看到墙上的涂鸦后，他又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想起女秘书曾经告诉过自己，比尔现在做起了辩护律师，他火速打电话给律师比尔。突然听到老熟人的声音，比尔有些不知所措，惊得文件都掉在了地上。索尔这边则再次展开了擅长的忽悠大法，一开口便告诉比尔，你中大奖了，你将成为索尔古德曼的律师顾问，只要你让我这个黑道白道都挂了名的狠人减轻刑罚，未来找你的客户还不得踏破你家的门槛。一番精彩输出后，比尔成功被他说服，毫不犹豫地选择接下这个案子，帮索尔辩护。警局中，索尔透过单面镜看到了汉克的遗孀玛丽。审讯时，警方这边的律师乔治开始罗列索尔的8大罪行，可索尔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让玛丽进来，只要她进来，接下来的戏码才好上演。3两句话，索尔成功如愿。面对玛丽的指责，索尔露出一副悲悯的表情，随后便顺理成章开始了表演。他以一种同样是受害人的姿态，讲述当初被老白和小粉绑架的经历。虽然帮老白做了不少事儿，赚了一点小钱，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一切都是在老白的淫威逼迫之下，害怕被老白干掉才做了这些。为了让乔治等人相信，索尔提起2009年10月4日这天，老白在3所监狱杀死10个人，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警局调档。之所以跑路，可不是在躲警察，而是老白肯定会杀他灭口。虽然现在老白可能已经死了，但小粉还逍遥法外。说到这儿，索尔继续卖惨说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职业、家庭和自由，我现在孤身一人。演完苦情戏，索尔又将突破口对准乔治，直言他从未打过败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一定有把握胜诉吗？真不怕打破自己的记录吗？话音刚落，一旁的玛丽连忙提醒乔治，千万别听索尔的。可惜索尔的这番言论直指人心，乔治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谈判的口气明显软弱下来。他答应索尔，只要他乖乖在认罪书上签字，原本30年的刑期硬生生减到7年半。除此之外，索尔还获得一些赔偿，他甚至为自己选好了心仪的监狱。看着一帮律师精英被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索尔更来劲了，提出要用霍华德之死的真相换取牢房生活更多的待遇，结果给自己挖了坑。索尔这才知道，早在1个月前，金已经自首，将霍华德死亡背后的隐情和盘托出。返回阿尔布开克的飞机上，在索尔的坚持下，随行的法警总算同意他和比尔搭话。索尔迫切地想要知道金自首的细节，得知地检缺乏物证和目击者，无法指控金时，索尔松了一口气。可当比尔告诉他金已经向霍华德妻子谢丽尔认罪后，瞬间如芒刺背，因为民事诉讼可能会让金失去一切。转头，索尔故意在法警面前虚张声势，表示霍华德的案子还有很多内情，警方并不知道，而且大部分都和金有关。索尔故意放出假消息，显然就是为了引起金的注意。回到金这边，自首后，他似乎重新审视了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变。提前结束洒水器公司的白领工作，来到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中心当志愿者。晚上，金接到了苏珊娜打来的电话，这才得知索尔已经被警方逮捕，也知道了他要在法庭上当众爆自己的料。金心里清楚，自己已经交代了一切。索尔这么做无非2个目的，要么全甩锅给自己，要么一个人扛下所有。不管是哪一种，金都要去法庭现场听审。
法庭上，索尔重新穿上了久违的西装外套，整个人变得自信且亢奋。很明显，他没准备就这样认罪伏法，而是想在法庭上干票大的。至于金的猜测，其实都错了。索尔只是单纯想让金来见证他能和金一样走向光明。7年半的牢狱从来不是索尔的目的，只是对整个阿尔布开克的司法系统出一口恶气而已。最终，索尔选择坦白一切，在老白走上非法道路的整个过程，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索尔甚至放话，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或许根本不会有后来的海森堡。这里还填了一个小坑，第3季中，索尔曾用医疗保障暗算过查克，导致他职业过失险失效，这也间接导致了查克的悲惨结局。这件事经全程蒙在鼓里，看得出来索尔什么也不想隐瞒了。交代完一切，他脱下象征着索尔古德曼的西装，从现在起，他只是詹姆斯麦吉尔。整个庭审过程中，他不止一次看向金的方向。其他人说的话已经不重要了，索尔已经为自己写好结局，他唯一的听众从始至终只有金一个人。在索尔的努力下，最终数罪并罚，7年半刑期一下子变成了86年。命运弄人，索尔之前在和乔治的谈判中曾说过，最不想去的监狱就是联邦最高安全等级的蒙特罗斯监狱，条件太差，结果他偏偏就被分到了那里。途中坐在前排的罪犯认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索尔，转过头跟他打招呼，但索尔却没有承认，只是告诉对方认错人了，自己其实是麦吉尔。但对方完全没听进去，跟其他囚犯聊起了索尔的广告语，结果却引发了整整一车囚犯的共鸣，大家一起念起了那句经典台词：虽然人不在江湖，但江湖永远流传着索尔古德曼的传说。索尔在灰色地带的高人气，至少能肯定他未来的监狱生活一定很好过。这天，索尔正在监狱面包房里劳动，突然狱警找了过来，声称他的律师来了，不是别人，正是金。原来新墨西哥州的律师执照永远有效，老两口相见，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都堵在了胸间，只有抽口华子慢慢诉说了。接下来的这场抽烟戏，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在第1季第1集中就出现过。仔细对比会发现，第1季中两人的脸都落在了暗影之下，相反，监狱里的两人却是处于阳光之下，说明两个人都成功走出了黑暗的过去，接纳全新的自己。当被问到86年刑期时，索尔还不忘打趣道：万一表现得好，谁说得准呢？故事的最后，吉米做出之前金模仿自己开枪吹烟的手势，目送他离开监狱。与此同时，金也不动声色做出回应的动作。值得一提的是，本集故事中其实还出现了3段闪回。第一段是他和麦克在沙漠取钱，索尔开玩笑说要把700万美金55分，要是担心被人发现，就花600万打造一台时间机器。麦克一本正经听着索尔大开脑洞，可当他被问到想去哪个时间点时，波澜不惊的内心却有了波动。认真思考后，麦克先是回答2001年12月8日是儿子马蒂被杀和他复仇之间的某一天，但转念一想，麦克又改成了1984年3月17日，是他第一次收受贿赂的日子。如果自己一开始没走上歪路，或许他现在只是一位普通的退休警察，过着幸福的养老生活。假如能穿越到未来，他想去5年或者10年后，看看一些人过得好不好。能让麦克牵挂的只有家人，这里他说的应该是指儿媳和小孙女吧。同样的问题到了索尔嘴里，他想回到1965年5月10日，拿着去掉600万，再和麦克平分后的50万，跟着巴菲特抄底股票。如果能行，现在他就是亿万富翁了。索尔的回答显然让麦克有些意外，他继续问道：除了钱，难道你没有想改变的事情了吗？索尔避而不谈，主动结束短暂的休息，继续上路。第2段闪回的主角是索尔和老白，时间线是《绝命毒师》第5季第15集。老白东窗事发，和索尔一前一后躲进位于吸尘器店的地下室。在老白面前，索尔再一次提到时间机器。一开始老白嗤之以鼻，明明就是想悔恨，非要说什么时间机器。然而冷静过后，老白还是吐露心声，他当然也有悔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年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灰质公司，抛弃自己一手打造的事业。随后老白询问索尔的遗憾，他的回答听起来那是一如既往的不着调。22岁表演滑倒时不小心摔伤膝盖，到现在都没痊愈。那时的索尔还是风流几米，这样的伤情放在旁人身上还不至于是最大的遗憾。
最后一段闪回中，看着弟弟精心照料自己的生活，查克多少有点愧疚，因为他完全可以随便雇一个人，但吉米执意要自己来，并且坚信换作是他，查克也一定会这么做。看得出来，这时候兄弟俩的关系还算融洽。随后查克问起吉米手上的案子，想提供一些帮助，这让吉米有些尴尬，因为这些案子在他看来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查克鼓励他要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最好的辩护。听到这儿，吉米匆忙结束话题，并且婉拒了查克的帮助。和前两段闪回不同，这里并没有直接出现时间机器这个概念，但细心的人很快发现，放在查克桌子上的这本书正是时间机器。或许查克早就后悔了。如果说前两段回忆中吉米的回答是插科打诨，那么他真正最想回到的时间点，可能就是第3段的这一天。查克难得感性一回，如果吉米当时接受了帮助，两人之后的命运也许都会改写。可惜这世界是没有后悔药的，更没有时间机器，每个人都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索尔做梦可能都没想到自己最后会栽在一个老太太手上，虽然他曾经最拿手的就是搞定老太太。7年6季，风骚律师将高水准保持到了最后一集，也给毒师宇宙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在美剧扎堆烂尾的年代，还能有一部季季封神的神作，真是观众的荣幸。整部剧拍出了巴赫赋格般的结构，处处呼应，环环相扣，最后依然是2个人1根烟，说它是美剧史上最浪漫的镜头之一都不过分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美剧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剧，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